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韵晨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典将军。韵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荷姆兹海峡近日是火光冲天了，这真的是看起来有像要停火吗？我们来看到伊朗外长最近怎么呛瞎的呢？他说啊，美国总是选择一个很鲁莽的军事冒险，而且呢，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呢，美国都是选择比较鲁莽的军事冒险。那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啦，就是伊朗人不会向压力低头的。好，话才说完呐，伊朗呢就公布了向美国海军驱逐舰发射导弹的画面。好，那现在伊朗的联合军事指挥部也声明了，说呢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海岸驶往荷姆兹海峡的油轮。因此呢，伊朗的革命卫队随即采取报复行动，在荷姆兹海峡东部和恰巴哈尔港以南对美军的舰艇来发动攻击，造成了美军舰艇的重大损失。那么对此，伊朗媒体也报道了，说啊，美伊两军呢现在呢又产生了零星的交火。不过呢，川普宣称什么？说啊，他们的船只已经离开了，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坏，而且美国也不是吃素的哈。卢比欧就说了，说呢，各位啊，昨天到的是美国驱逐舰在公海航行的过程遭遇伊朗开火，那么美国呢是采取了防御性质的因应，以为自身安全。那只有愚蠢的国家才会在遭遇到攻击的时候不还手啊！我们不是愚蠢的国家，我们不是笨蛋，所以我们进行还手了。而且现在呢，美军也真的是开火了，还公布了画面。好，来看到呢，两艘伊朗油轮呢就这样子遭到美军给击中了。好，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公开画面呢，说啊，当时呢是有一架美国海军 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去执行任务的哦，他们锁定了两艘违规油轮的烟囱，进行精准攻击，来借此瘫痪船只的动力系统，阻止继续驶向伊朗。那么伊朗也报道说呢，美军去空袭了伊朗的商船哦，导致呢有10个人受伤，5个人失踪。好，那这样看起来啊，真的是有要谈判的意思吗？因为荷姆兹看起来大家都还是在护攻嘛。好，但是呢，川普说，伊朗快撑不下去了哦，那躲在洞穴里的人赶快出来签协议吧，你们要被打趴了哦。他说呢，伊朗的冲突没有结束，结束要等真的结束才算。但是我们在军事上肯定获胜啊！哦，现在得让伊朗那些躲在洞穴里的人出来签协议。美国政府预计将在今天晚上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复啊，但是伊朗的外交部怎么说呢？他说，德黑兰方面呢还是在对停战协议进行评估，并且将于评估程序完成之后再公布最终立场。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名义上面的停火，但是啊，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全力反击任何侵略或者是冒险的行为。好，那刚刚川普说了嘛，今天晚上会收到伊朗的回复是这样子吗？哦，卢比欧也很乐观哦，他说呢，预计今天美国就会收到伊朗对战争提案的回应，那他也希望这个是一份非常认真的协议。但是伊朗的革命卫队还是继续在呛瞎，说要教训美国佬。革命卫队呢，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跟美国军舰发生冲突的之后呢，革命卫队就警告船只了，说啊，你们最好给我离开这个荷姆兹海峡的美军军舰啊，离远一点啊，因为呢，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会给这些美国佬一点教训。好，所以呢，要和谈还是要发展成军事威胁呢？现在看不出来啦。但是呢，川普呢一直淡化这场战争，都说这不是战争，只是小小的冲突而已。但 CNN 就说了，现在战略平衡啊，明显是向一方倾斜的。好，这个川普想要用短战来逼伊朗屈服，说手里呢还握有所有的牌，但是啊，真正急着重开荷姆兹海峡的是美国还有全球的市场，反而啊，伊朗呢是把海峡变成了最大的谈判筹码。哦，那这条重要的水道现在成为了谈判核心。凸显出战争的战略平衡已经向伊朗倾斜了，所以在全球跟美国都比伊朗更急的情况下，开启海峡的钥匙是在德黑兰的手中吗？我们来请教厉正杰将军。
首先我要说明哈，这次这个美国跟伊朗，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反而不是浓缩铀问题，已经这个 focus 在荷姆兹海峡到底要怎么开放哈，已经在这方面。那目前美伊双方虽然说是处于停战，那双方我们也看到有可能在巴基斯坦重启和平的谈判。但是这个中间里面啊，美国跟这个伊朗互相提了分为3个阶段，总共14点的提议。那但是我们先不管这14点的协议哈，现在重点是说，美国跟伊朗双方还在就荷姆兹海峡双方在这边已经发生过2次的这种战斗，我讲的是战斗的行为。第一次是美国硬要做自由计划，护航一些船只离开荷姆兹海峡，但是你要让这些船只离开的时候，伊朗就用导弹攻击这些不管是船只或者是美国的军舰。那我相信美国军舰是没有被打到了，可是双方确实有交火，可能一个导弹打过来，另外一边用这个反拦截的导弹去拦截，或者用翻正快炮将这些伊朗的导弹击落到海里，这是第一次。然后现在所以那个时候结束之后，美国川普认为说是自由计划，这个可能是不可行，因为你要护航的不是美国军舰，是针对这些被堵在这个波斯湾里面的油轮要让它出来。那可见的，如果说是伊朗用这种无人机或者是导弹或者是甚至于它的一些快艇对这些油轮或者货轮来攻击的话，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他们实施护航的。所以自由计划只短实施了36个小时，川普就喊停了。但是川普现在政策是什么呢？他就是硬要把伊朗撑死就让伊朗的油出不来，逼着你上谈判桌。什么样叫撑死呢？我们都知道，伊朗它每天不停要从地下来挖油，这些油要放到垂浮槽，垂浮台再装到这个油轮里面，再把油轮运出去。那如果说油轮出不去，那相对的垂浮槽满了以后，它这个油井就不能再挖，油井可能因此而坏掉而损坏。所以美国现在用的是这种政策，就是我不让你的油轮能够运出去。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这场交火，很明显的是美军这个用他的 F-18的战机对伊朗的油轮来做攻击。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这艘油轮是空油轮，它是已经运到外面，运回来以后要回到波斯湾里面去装载的。事实上，这个伊朗它在这个荷姆兹海峡外面，它也有港口可以停，它为什么硬要闯这个荷姆兹海峡？我觉得伊朗很明显的在试探你美国到底的决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用2艘的空船进来测试看你敢不敢打，但是老美居然就真的是用战机对这个油轮开火。那从这2次的战斗，我认为说是美军确实是赢了一场战斗那我讲了，他讲的还不是赢到一场战术，我讲的是赢了一场战斗，因为战斗上面才叫做战术，战术上面是战略这个你只是赢了一场战斗，但是你有没有赢到？但是我认为说你却输了战略，因为如果说你美国现在限于要谈，对不对？双方来讲还继续在交火，要停下来打，那你是不是就要让荷姆兹海峡这个伊朗的油轮能够出去？所以我觉得双方来讲，现在整个波斯湾平常讲的伊朗就占了有地利，他要封锁，他随时可以封锁。我虽然说打不到你美国的军舰，但是我2发导弹出去，就让整个油市来讲的话，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来讲就受到影响，受到波动嘛，那油价就上涨。所以我只要2枚导弹就造成油价的上涨，油价上涨最不利的是谁？就是你美国本身嘛。对你美国自己油价涨，你油价压不下来，你老百姓每天加油苦哈哈的，当然就会影响到你川普的期中选举。所以我认为说是伊朗这场虽然说他输了战斗，但是他赢了战略。他除了对美国川普来讲，他赢了让你逼你的期中选举，逼你的不管是川习会来讲，你居于弱势。我觉得第2个来讲的话，你对波斯湾地缘战略，美国也受到影响，因为你美国如果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要从你这个地方战斗，你势必你的战机一定要经过沙特或科威特的上空，所以他要求沙特跟科威特的基地跟领空重新对它开放。但是现在目前我知道最新的消息是，沙特跟科威特这个都同意重新开放领空，但他们很担忧，就是说你美国，我如果开放以后，我自己会不会挨揍？伊朗会不会打我？那你美国可不可以提供我相关的安全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很明显的是这个赢了战斗，却输了地缘战略。没错，这个美国输了这个战略，而且现在呢，很明显的战略平衡是不是已经向一方倾斜了呢？我们来请教永平姐。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伊朗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哦，除了说有零星的这种战斗存在以外呢，还有言辞的交锋哦。那他们事实上现在目前呢，还是在停战协议的情况下哦。那现在也在看到底到最后能不能成一个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协议的结果。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今天晚上啊。这个就是川普口中的今晚了啊，可能我们要到明天的上午呢，到底伊朗会提出的这个内容是什么？那但是你光从这伊朗外长和那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的这个言辞交锋有时候看看大家也觉得很无奈啦，感觉好像这个小学生在吵架那个都分别说啊，是他先动的手，是他先动的手，那他动的手，我怎么可以不回手呢？简单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这样伊朗就是说，美国呢，你总是鲁莽的军事冒险然后 Rubio 就说，你看看笨蛋才不还手所以你看，大家已经大白话讲的，就是像孩童般的幼稚。可是这种时候，却是多少人的性命安危、整个世界的经济安全地缘的问题呢，全部通通都被压在上面做赌注。所以呢，这一点就是大家今天觉得相关无奈的人觉得说，你怎么搞的？这些事情被一些意气之争、并不成熟的人在处理这些事情。那事实上，现在呢，美国跟伊朗呢都各有软肋被抓住。伊朗的软肋呢，刚才厉将军讲得很清楚，就说如果美国的封锁不撤，伊朗呢就有可能撑破自爆就是他那个油管就撑不下去了，这是伊朗急切的地方。可是就美国的压力呢更多重。美国的压力呢，有一方面，整个国际油价如果还上涨，美国的民怨已经到了这个高峰尤其他今年其中选举，那再加上呢，其他美国的盟友，亚洲它的很多这个需要仰赖这石油跟天然气，还有一些很关键的气体原料的这个产业呢，大家通通都大呼受不了在这种时刻里面呢，现在一个时间。踢踢踏踏一直在走，压力大的是谁？是美国川普总统因为他下个礼拜要到中国大陆去见习近平他如果见习近平的时候，伊朗的这个部分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果，那他去北京，他见到习近平的时候，他会变成什么状况？他变成说，习近平是不是对他予取予求？他是不是反过来跟说，习老大，你去多做一点事吧。你伊朗那么依赖你的经济现在不止石油，这个全部中国大陆是它最大唯一的买家，90%的油都卖给中国它的各种物资也是靠中国在供应。那你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如果有求于中国大陆，岂不是美国本来要在谈判桌的其他谈判的对象都失去筹码了？所以对川普这么好面子的人来讲，他不可能。所以现在不止荷姆斯海峡卡住这个咽喉，整个战略朝伊朗方面倾斜，还有美国自己的问题，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在即的问题都变成辖制川普目前的一个战略武器。好，但是呢，今天晚上真的川普能够收到伊朗方面的这个和平提案吗？还是只是川普自己在说大话？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我觉得目前伊朗跟美国的这种形势是属于非常高度的暧昧不明，很混沌所以而且局势是瞬息万变第一个是双方虽然是说川普从4月7号讲说停火这停火是一直延迟到现在，但是其实还是发生非常有限的一些军事冲突而且就在这个包括美国在执行他所谓的这个封锁行动。那第二个是呢，看起来好像美国跟伊朗之间只有一次不欢而散在4月12号的透过巴基斯坦的这个谈判。但是我们也知道，从4月13号之后到现在，双方其实一直透过巴基斯坦把你的案子、我的案子来来回回好多次，已经大家已经分不清楚是第几个回合了所以现在是属于非常暧昧不明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是说
以美国目前从4月13号对于伊朗所执行的封锁行动，如果我们看中央司令部它的一个官方的数据的话，他会说非常非常的成功啊，因为已经成功的让57艘船只被迫改变航道，另外伊朗带有70艘船舰呢是被迫停留在自己港口里面，进出不得。好，总共呢让1.66亿桶的原油出不去，价值是130亿美金。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官方数据，但它比较没有提到的地方是，因为任何的封锁也很难做到滴水不漏跟铜墙铁壁，而且老实说有不少的漏网之鱼，不是几条而已。如果根据像是《金融时报》国际媒体引用第三方的传播的一种追踪机构来看的话，从4月13号到现在，至少有34艘伊朗的这个船舰商船、邮轮是成功的突破封锁，其中包括19艘是出去，15艘是进来。那这里面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有的可能是美方的技术的问题，有人甚至说美国可能刻意还放了一些船进来，因为美国海军在执行封锁的地点大概是比较靠外围的阿曼湾，甚至是阿拉伯海，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看到昙花一现的5月3号。川普说的这个自由计划行动，这个行动其实就是个类护航的行动，但是它的这个成功其实非常非常有限。如果是根据美国官方的讲法是美国能够成功让2艘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出去，但在这个节骨眼里面报道里面特别提到说，大概有9艘船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也趁机就出去，所以最多就是11艘。但是目前川普说，因为在跟这个伊朗在进行谈判当中，所以所谓的自由计划的护航行动暂时的终止。但老实说，这个目前只执行了不到36小时的自由计划行动，其实它成效还是我们只能说是非常非常的差强人意。因为美国有美国执行任务的困难，这困难像刚才将军所讲，伊朗还是有地利之便，它有地理上的优势。那美方虽然在这个地区里面集结15艘各式各样的军舰包括神盾级飞弹驱逐舰，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军机，还有包括无人机，看起来它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一面倒的。但是在这个水域里面要执行，让各个船舶很安心、很自在的出去，其实还是非常难。所以它的所谓的引导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并不是非常非常成功这个自由行动计划。川普说今晚就能够揭晓，究竟是可以迎来和平的曙光，还是更加猛烈的战火呢？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下周的川习会，川普人都还没有到，气势就已经输人了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美伊战争来看到伊朗的战争持续延烧，美国呢已经消耗了很大的飞弹还有军事资源了。那现在这场战争呢，也暴露了美国军火供应链还有后勤补充能力的弱点。这就削弱了华府在亚洲的军事威慑力，甚至让美国逐渐变成一个跛脚的巨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是不是被人看透短板了呢？好，那另外伊朗大使也很不认为说川习会呢，可能改变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朗不认为美国拥有迫使大陆疏远伊朗的影响力。那早前中伊外长会谈呢，也没有提到对中方立场可能生变的担忧，甚至还预计战后中伊关系会更加的紧密。好，所以听起来呢，美国呢，你想要透过川习会去给这个伊朗施压是不太可能的啦。那现在美国呢，是不是逐渐走向衰弱的分水岭呢？为什么呢？其实有2场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大战。第一个呢，就是对中国发起了关税。不仅呢，现在美国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被中国用稀土卡住脖子，暴露了美国产业短板与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那第2场呢，就是
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打击。好，这场战争呢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反而是被伊朗打得灰头土脸暴露了美国军事和战略短板川普原本是想要透过这2场硬仗重塑美国的威权还要收割一下战略红利，结果现在是落得双线惨败、一无所获的结局。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川习会登场，真的是有一点难看吗？不过到现在为止都已经是下周了，中国大陆方面呢还是没有松口。来看到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面还是不愿意松口证实，只说呢，美中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是保持沟通，目前没有进一步可提供的讯息。但是这个时候很多的美国企业都非常期待川习会，因为他们还是想要拿到中国的大订单。好，包括了谁呢？很多的美商呢都要随着川普一起去访问北京，包括了这个辉达呀，因为他很想要卖这个 H20的晶片嘛，然后苹果波音黑石等等的这些美国企业呢，都是有求于大陆，因为全球第2大市场就是中国了所以卡住美商脖子，就不少美商都很希望随着川普来访中让他们可以也收到一些中国市场的红利。那之前波音的执行长也说啦，他在4月底的时候就在财报法说会上面透露说，中国可能很快就要下达一笔数量庞大的波音客机订单，但是他强调任何的交易100%都取决于中美关系啦，也就是这一场川习会最好是谈得妥，我才能拿到订单所以现在呢，好多的美商都希望这一场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呢。还包括了什么呢？甚至连烟火的订单都可能会增加中国的厂商销量呢预增了15%那现在呢，也有人说其实川普就是自己对中的最大鸽派。但是呢，这个交易底线恐怕会让步好，所以外媒就分析了，说川普呢是华府对中的最大鸽派，但是华府的内部鹰派还是认为对中国投资会对美国的国安构成威胁。好，那说到了这个国安的威胁呢，其实另一方面呢，美国内部的鹰派呢也是不断的在制裁这个中国。来看到了财政部就宣布啦，说对于协助伊朗取得武器还有无人机原料的10名个人还有企业实施制裁，这当中呢就包括了数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他们都说这些对象是协助伊朗取得这个见证者无人机还有弹道飞弹所需关键物资，所以必须要制裁他们。好，另外呢，现在川普呢也严审有中资背景的太阳能厂。好，包括了什么呢？他们就是对中国的企业祭出更严格的审查，还有补贴限制。正开始冲击美国原本快速扩建的太阳能制造业，也为川普一方面希望扩大美国制造业，一方面又想要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好，那现在美国的众议院的民主党也呼吁说，赶快去封杀中国的汽车避免来冲击到我们美国的制造业。要知道中国的汽车现在是越来越强了，尤其是电动车的方面，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如果不加以管制的话，中国的汽车涌入的话，就会对美国的工人制造业，甚至是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好，所以这些到底是想要提防中国大陆，还是呢希望能够在这个川习会之前来获取一些筹码，这样子我才能够跟你谈呢？我们来请教刘萍姐。对，川普跟习近平下周即将要会面，但是在今天就传出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呢，又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的公司或者是个人呢，好像有帮助伊朗提供一些战争相关原料呢，施予制裁。那我认为这是很典型的美国的一种谈判筹码，就是今天的这个制裁呢，就是预备给川普下个礼拜跟习近平谈的时候说，伊朗这个问题你们要出来解决不然你这些公司就等着被制裁等于是拿这个制裁来施压中国大陆，希望在伊朗问题上能够多出一点力。
可是这个会不会改变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他现在美国最关切的，在下个礼拜，如果到下个礼拜川习会见面的时候，荷姆兹海峡还没有开通的情况，那么他去对这个中国大陆，不管是施压也好，或者是拜托也罢，所有的目标一定会集中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办法协助把荷姆兹海峡开通。因为他一定会说，荷姆兹海峡开通对你中国大陆也有利啊，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一起啊？你为什么不适用你的影响力对伊朗啊等等的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那现在的分析就是说，川普对于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施压呢，发动了这个2个大的战争，一个关税战，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国，一个是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结果没有想到这2个部分本来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没有想到就完全暴露了美国的短板。那这个短板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关键第一个制造业不行，所以美国一旦打起战争来呢，你那个军事的生产呢完全跟不上，所以它的那些飞弹啊、防御系统啊，各方面都各处调集，然后一下子就把它的库存打掉，然后它完全没有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没有办法源源不绝的生产，反而还输给伊朗。伊朗还可以说我的无人机呢，我已经打了那么多了，我现在呢反而库存还增加为120%。当然，伊朗是不是说大话，我们不晓得。但问题是，伊朗显然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你没有打死他。那另外呢，中国对中国的关税战跟这个库存它的武器的产业链后勤跟不上呢，都是同一个核心，就是打出那个中国大陆对稀土的管制。那你稀土一管制了以后，对美国的压力是非常的大，因为你稀土得不到呢，你就是很多，你以后是生产飞弹。包含飞机，前不久那个纽约时报还报道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的 F-35他们要配置一个高阶的雷达，结果因为欠缺中国大陆的稀土，所以那个雷达做不出来呢。可是那个飞机要交货，你又要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他们就放了一点重量的铁片放在那里就是预备说以后等到我有稀土来的时候，我能生产，我再去替换。这种窘境，你今天被他稀土卡住咽喉，然后你还可以用这种方式说我跟中国大陆要翻脸，这可能吗？所以川普不对中国大陆变成鸽派，也确实他做不到。但是美国要拿出什么才能够换到中国的大订单啊？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第一个就是您刚才特别所说，因为美国包括川普早就明讲过好几次他就是要到中国大陆，美国官方也证实，但到目前为止，北京官方还没有证实，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其实这不是很稀奇的，因为就是如此，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惯例。他不到最后关头，他可能不会公布。要保持它的一个弹性，而且要形塑出它这个行程啦，或是这些宣布的主动权在自己身上。我记得在去年10月底，川习在釜山见面，其实川普早就讲过，但白宫的这个发言人的证实是在10月23号，但是行程前1周确定。但中国大陆官方哪时候才宣布？是在前一天呢，下午3点多外交部宣布，然后4点多新华网出来。几乎是前一天才出来，所以这个不足为奇。我的意思是说，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蛛丝马迹跟迹象的判定是，川习会应该就是会如期的举行，因为前置的作业该有都有了，不管是双方的外交的负责人、经贸谈判的负责人，都已经透过电话、实体的见面，不止一次的见面，这是第2个。第3个就是换什么，因为川普当然还是希望，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川习会对美中双方都是互蒙其利的。北京也需要，川普更是如此。第一个是希望能够把去年10月份达成的关税贸易的这个休兵1年，刚好到现在再继续的延长。那以川普而言，他当然是希望有个很漂亮的一个结果，让他能够带回美国。他希望的是中国大陆能够发挥大采购
好，或是大诺言，好，比如说波音、农产品、能源等等等等，都是在里面的一个重点。那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关心说，那用什么去换呢？对，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说是台湾议题，但台湾议题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有一些变数。第一个是会不会谈，因为去年10月30号没有谈，今年谈的几率是大的，但谈的可能也有可能是川普的讲法跟过去的美国总统差不多。双方照表宣课，但第三种就是当川普的言辞出现一些变化跟调整的时候，而且是更符合北京方面所期待，这台湾就要非常谨慎、小心跟注意了。所以台湾可能真的是成为了谈判桌上面的筹码吗？好，请教厉正也将军。你知道一个企业的利益一定要跟国家的安全一致，这个国家才会强哦。国家会越安全，让企业能够赚钱。但如果说企业的利益跟国家的安全相背离来讲的话，那国家安全一定会被拖垮，企业也从中获取不到利益。我们现在要看到川普这次去的这几家公司，第一个我们看到辉达，辉达一直想要卖 H200，但是没想到这次本来是中国想要买 H20，那你不卖，就现在居然连 H200他都不要买了，变成他不要买。为什么中国有这个底气呢？因为他虽然说自己现在做的这我们知道 DeepSeek V4的那个模型来讲的话，他使用自己的升腾华为的升腾950的那块晶片，它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虽然说效果不见得比美国的 ChatGPT 要好，可是它确实是够用了。如果说慢慢假以时日来讲，它当然有机会做出更好的晶片。所以辉达，我觉得黄仁勋现在真的是着急的不得了。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波音，试问一下，这是500架的波音这个客机，除了说中国大陆，你还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一口气买500架？因为中国大陆土地很大嘛，那民众现在生活富裕了，他这个交通往来需要更快的时间需要更多的那个，而且中国在航空相关的配套也都具备的齐全，包括它各地都有机场这个也有这种民众也有这个需要，所以它有需要500架的波音客机。那当然这东西看在这个美国的商人眼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不能放弃那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企业的利益，那你美国一天到晚喊着国家安全，可是你现在很明显的国家的安全跟企业利益是完全相违背的。那你到底鹰派会胜还是鸽派会胜呢？我觉得人生很重要一件事情，企业一定先顾着自己的利益，再来谈国家安全嘛。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讲这话更凸显出来它的短板。那至于在军事方面，由于这场这个伊朗战争打的虽然说才1个月的时间，但是将美国的所有的这种武器尤其是导弹全部耗损光了。在耗损上，大家评估你要恢复你的爱国者、你的库存量，或者是你的战斧这种高性能的，不管是攻击型或防御型的导弹。你最起码，如果就算是稀土供应无缺的状况之下，你也需要将近6年的时间才能补足你的库存。那在这情形下，不就凸显出你美国的短板吗？在这个时候，你有能力再去应付另外一场战争，我是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显修。伊朗战事究竟如何？因为乌克兰的俄乌战争已经传出来要停火，但是伊朗呢？川普在一下子喊利多，一下子喊利空，那一切看的是川普投顾嘛但现在最新，伊朗到底是不是真的和平契机来的这件事情呢？又发现美军开火了。透过画面可以看一下这架是美国的海军超级大黄蜂的战机执行任务，直接针对了2艘他认为违规的邮轮要通过他被封锁的海峡，结果呢就进行了精准打击，那么也借此瘫痪船只的动力系统，让他没有办法继续航向伊朗。这个画面一曝光呢，当然就让大家投资人或者是全球开始紧张。说好的和平呢？这一纸 A4 的14点协议究竟如何？ CNN 报道，伊朗在船只紧急频率上面用 walkie-talkie 跟大家发出警告讯号讯号什么呢？他说，为了保障各位你们船只的安全，建议要跟美国军舰保持至少10英里的距离。所谓的自由计划已经停了你现在如果太靠近的话，伊朗警告这些船只说，我们呢有时候需要用导弹和无人机给洋机们上一堂课，酸到最高点了伊朗外长甚至公开的讲美国呢才刚刚外交有进展就动武了吗？
他刚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完，那么公开的表示，伊朗人从不屈服于压力，并且飞弹的库存呢还超过了战前的水准。因为在西方的很多媒体报道里面，就是说他的这个库存呢也打得差不多了，没有武器了，没有飞弹了。但这个外长特别讲，我们不但没有武器飞弹变少，还比之前战前增加了到120%，大家都觉得自己最厉害，都赢麻了就对了哦。但伊朗呢，促联合国做一件事情什么呢？拒绝美国荷姆斯海峡给的草案，认为呢是单方面的许愿清单，而且很具有挑战性。问题是美军现在蠢蠢欲动啊，动不动也是有各种军事的行动跟围绕跟攻击在其中。川普公开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怎么听？他说自由计划还有个 Plus 版，听听他怎么说。I think Project Freedom is good, but I think we have other ways of doing it also. We may go back to Project Freedom if things don't happen, but should it be Project Freedom Plus, meaning Project Freedom Plus other things? 就是自由计划是川普自己宣布说要保护船只经过荷姆斯海峡的安全，帮忙护航，结果不到2天，他会要宣布结束。现在被问，那动不动可能开火，又有战争再度升温的可能。他说我们可以有升级版。到时候所谓的 Plus 升级版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伊朗驻这个突尼西亚一个大使发布了影片，川普啊，美方啊把海峡给围住的这样子的行动呢，他用这段影片来讽刺他，这个叫做自由计划嘛。你看这个人要进去这个门，前面有一个小门，后面有个大门啊，把门开关关，开开关，互相卡自己。这个他形容这个就是川普的自由计划，搞了半天白忙一场吗？那么还有一架美国空军E-3B 的哨兵预警机在阿联酋附近的波斯湾上空执行任务。那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哦，这个2架 KC-46A 加油机从特拉维夫经过沙国领空飞往海湾地区。那很特别的是说，它把当中的对话应答机是打开的，所以呢，不只是秘密侦搜而已，也是一个示威或是公开表态的行动吗？同时还有3架美国的 AH-64，就是阿帕奇直升机也飞往了这个当地。在阿联酋这里待命，也是一个表示我秀肌肉，我们随时可能待命，随时要开火的这样的状态吗？这个装备火箭地狱火飞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滑行，说要准备进行预定的飞行。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也就展现美方随时可能重启战火的攻击的可能吗？那伊朗是这样警告波湾其他国家的，他说呢，假设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警告啊，这些地区里的国家不要随便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会反击。这是他们发言人的谈话。所以呢，被形容叫做出招要突破伊朗的封锁吗？路透社是这样爆料的。阿联酋呢，直接把船只上面的定位啊，好像是我们的专机一样，我们飞机飞回来一样，关闭定位。用秘密的方式来运油。阿布达比的国家石油公司派遣的多辆油轮，为了要让油料可以顺利的运输出来，所以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情况之下，穿越荷姆斯海峡来降低被伊朗革命卫队攻击的风险呢。所以肖将军在伊朗战事进行到了现在，双方一下子说已经和平，川普宣布这个国务卿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了，而目前随时又有可能礼拜一被说是川普投顾最容易放空的时候，随时又要这个危险程度升高了吗？操作股票是，这个讲起来这个是蛮可笑的。那个世界超级大国，先叫自由航行，它的号召的卖点是什么？大家都需要伊朗的油，你们都有需求，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通荷姆斯海峡，对不对？号召大家参加。你要参加的话，就要派护航舰。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愿意派军舰来这边挨揍吗？没人参加。没人参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沙烏地就不高兴了。你又要引起一场战争，那海湾国家又爱炸啊，所以沙烏地、科威特就说我们的领空不给你开放，所以自由航行这个运动就一天就失败了。真的，失败以后，川普说好，我不搞了。过2天，川普不开心呢，又打电话给沙烏地的这个王储啊，他说你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啊，我美国要怎么样，我现在在谈判，我要给伊朗施压力啊，那沙烏地能不答应吗？又开放了，
那川普又开始追，因为这14条啊，眼看着就要放开了，就是美国必须承认他要让步，但是他又不甘心呢、他说这14条我不满意，我现在也不派大使，你们等到他打电话来啊，伊朗也快死了，这个内部经济一塌糊涂，一大堆废话。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拿什么实际行动来做第二次 Plus？ 你是要派地面部队吗？所以他有暗示来一个 Apache 在那边动一动。各位观众 ，Apache 是干什么的？Apache 是我有绝对的空优，我要踩上地面作战，我要送大量的坦克车上伊朗作战，那 Apache 还有点用。但是 Apache 有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它是直升机飞的空中不高，那个监视性像我们这样有的刺针飞弹或者是防空飞弹也很容易把你击落。问题不是关键在 Apache， 是你美国有决心派大量的地面部队入侵伊朗吗？这个绝无可能，你又变成阿富汗的陷阱。第二个，因为伊朗面积太大了，都是山地，装甲部队在那边根本施展不开。Apache 只有在空军的掩护之下，对伊朗的某些地面的暴露的目标打，他身上就是27枚火箭加16枚的 Hellfire。你装地狱火的话，就不能装火箭；装火箭就不能装地狱火。所以这个行动完全，我讲4个字叫虚张声势，给伊朗这14个条件里面看看能不能再压低一点啊，我不要太丢脸。所以这个整个行动都是玩假的。美国唯一可以采用的行动就是说，我赢麻了，我还是继续封锁，或者说伊朗的某个条件我暂时姑且答应。我跟你讲，这个协议啊，就算是达成协议停火的话，后面滴滴答答的这个谈判还不会完的啦，没那么单纯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都希望你能够和解，所以美国没有把握，又把中国拉下水，啊，全世界最有分量做调停的就是中国了。到时候你又要跟中国去见面，到时候你跟中国的筹码是不是相信又要降低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凭良心讲，川普拿不出什么招式来演这个续集，这个续集很难演的啦。你要不然认怂，那喜欢什么事都要赢麻的人，叫他认怂也是蛮困难的。但是不认怂呢，你后面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我以前讲的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对伊朗这个藏在地底下的狗咬乌龟盖，你的壳子咬不穿，你就拿不出办法来。所以我们就等着看吧，看你怎么学莫迪式的胜利啊，我就撤退也是一种办法。但我看真看不出对川普任何有利的后续行动。因为川普最新讲的叫做自由时计划的 Plus， 我要升级哦，我要一不开心的话，我可能会把计划怎么升级啊？我很难想象。我们只看到马上他要去川习会了，那伊朗的问题、台湾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是他的重中之重。我觉得哈，目前这个情况啊，我甚至于觉得说，美国主动曝光大黄蜂开轰的影片啊，是有意的啊。美国发布的影片的话呢，是一个宣传战，是一个认知作战。认知什么呢？因为目前的情势啊，出现2种局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不打啊，就是不战不和，不打不谈啊。那这种局面的话呢，对于美国来讲呢，他说这个是个停火协议有效，所以不受到国会投票的60天的限制，这大家都知道的啊。你现在的话呢，这个大黄蜂开轰的时候呢，它这个宣传有2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开轰是做给以色列看的。啊，这个真的做给以色列看的，大家就发觉说我们不是不打。那我请问大家，你这个 F-18大黄蜂攻击了伊朗，你算不算开战？你打了嘛？你是不是开战？是不是开战是代表原来停战的协议就无效？停战协议无效的话，你现在已经从2月28到现在超过60天了，你就打起来了，对不对？你在这边的话呢，部署很多军队，那这些军队要花钱了，这个钱要不要国会通过？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呢，你刚刚提到，我们原来会觉得说，川普啊，他现在搞的情势有点为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又想到北京去看，又不能够说是这个不结束这场战争，所以这么拖拖拉拉的。但是的话呢，那个 Axios 登了那个一张纸写了14条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当中啊，就出现这个结果
啊，这里面有3项变数啊。第一个的话呢，这边讲话最多的阿拉格齐原来是温和派，现在变成主战派了，跑到北京去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你要来北京的话呢，一大堆事情，我们到现在不得了啊，哇，那个什么这个 C17去了7、8架啊，搞了几吨的东西送过去了，要制造既成事实。今天的话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讲说无可奉告。还是这种结果，哎，拜托，今天都9号了，什么剩下的，你这快来了几天，你可以这样搞的吗？你想来2个大国的国事访问之间，所有的外交人员要负责沟通协调啊，不能够出状况，而且时间这么短。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美国有这个总统，美国人原来是很要面子的，我认得的美国人都是非常要面子的。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有多少人变成美国人以后都得意的不得了啊！哎呀，美国人真的超级要面子，那更不要说贝森特那个嘴脸啦，对不对？卢比奥的话，从难民变成了国务卿，都是美国梦啊！啊，这些人还遇到他们傻瓜，所以你刚刚问到讲说自由计划 plus 什么东西，还你等着好了，过2天要取消全了自由计划 plus。啊，没完没了的是什么？那个 plus 就是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呢，我的自由。什么叫自由计划？自由计划是自由航行在荷姆兹海峡。你搞了个半天话呢，大家听到自由计划都吓死了。你看到船就打，那伊朗的话呢，你打我船，我就打你的船，那不变成战争了吗？所以说，这个川普本身来讲，又傻又笨又坏又没逻辑。因为伊朗大使 PO 的那个影片，就是超级讽刺到最高点了，就酸他说荷姆兹海峡，川普讲的自由航行，就像这个门一下要开，一下要关，一下开，但是其实你的方法都不对，然后你也没有真的在开门，那到底在做什么呢？到时候再升级又要升级什么？严老师，我昨天才在高雄开一个国际会议啊，有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就在讲，他说你碰到这个疯子啊，你必须自己变成疯子，你才能够了解他的行为。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够了解？因为我们还不够疯啊！我们要真的自己变疯了以后，那个才能够理解他这种进进出出啊，然后自己就是秒杀自己刚才前面所讲的话，那完全不在意。那这也是当然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的风格，他的选民对他的这种政治风格的肯定，让他继续这样子表演啊。可是我认为他目前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他到大陆之前，在伊朗这件事情上有些突破，让他有一个底气啊，就说我不是很需要你。否则的话，如果今天他在伊朗这边始终没有突破，然后他到大陆去要讲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变成是北京方面的这个底气比较强。虽然北京没有做什么东西，但因为你自己受挫，所以相对做一个比较的时候，美国的底气就差很多。所以我认为他今天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像是他跟伊朗要走向和平谈判，或者我们过去看美国要想结束伊拉克战争，要想结束阿富汗战争，都有一个叫做 surge 啊，就是要把军事战力提高，升高战事，让我能够有更多的筹码来进行和平谈判。那当然他自己也是希望跟伊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更重要，他现在是要去北京，所以他也希望在升高战事一些，如果有些突破，让他能够到北京讲话，这个底气很够啊。可是我觉得他今天所有的部署，他强调的自由航行，我到最后我真的我们再看刚才那个最后那张图啊，我觉得你北京这么会填海造陆，大概也应该可以把这个荷姆兹海峡把它这个削掉一块哦，那这样大家就很容易自由航行了，就没有以后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干脆你邀请大陆说你很会填海造陆，那这一块把它削掉，拿到别的地方去填啊，那这个荷姆兹海峡就完全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否则的话永远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嘛。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看了过去也发生过，就是你只要在跟伊朗的关系不好，伊朗就拿这个出来玩，那你还不如干脆大工程把这块这个凸出来的地方给剃掉，那马上整个海峡水都宽了。这也算是够疯了，可以想象的方法。疏通海峡是疏通海峡。我不是疏通，我就根本砍掉那一块头凸出来的。好，来看看美军最新的部署。这个部署为什么媒体标题要形容叫做放大决吗？错字啊，决不是这个决啊。但美国持续这个用特种作战司令部去下令的
海洋贸易者号海商指挥中心搭载特种部队被说哨兵2号的卫星图拍到了，出现在部署是迪亚的戈亚哥岛附近。那这艘号船为什么受到关注呢？因为它上次的作战部署就是2025年底让川普非常得意的委内瑞拉海岸之外斩首行动啊，特种部队把人家总统马杜洛给抓回去了。那次是空前的成功，让他无比的自信。所以这次旁边还出现了一艘叫做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跟一艘疲劳级的补给舰，代表大动作要来了吗？所谓的 Plus，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美国情报部门有个报道是这样说的：说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先前有一大堆的报道质疑他是不是还活着等等的，而这一次是说哈米尼呢，其中跟这个伊朗高级官员一起在制定军事战略方面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也还是可以进行谈判的啊，但伊朗方面就说，这个最高领袖现在的确第一时间是被爆炸给波及，摔倒在地，有一些受伤的情况。不过呢，现在已经痊愈了，身体非常健康啊。你们美国在讲这些情报部门说他还有在协调，他到底有没有负责？有各种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但伊朗说他完全还在负责整个权力的核心中心。那么甚至川普说，伊朗快穿不下去了啦，躲在洞穴里的人该签协议，他指的当然洞穴里就是指穆吉塔巴喽，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过正式的公开露面。川普说结束要等真的结束才算，但是我们在军事肯定上已经赢了啦，我们已经明麻了，获胜啊！所以现在得让伊朗人那些躲在洞穴里的人出来签协议，有这么有信心吗？一个报道，这个是大西洋月刊的形容，他是说川普其实对这场战争他自己发起的，但是现在感到了非常的厌倦。厌倦这场战争了，他形容这场战争比他预想的要难多了，不像之前委内瑞拉大成功，那么以至于时间太长的关系，他的政党密切关注着不断上涨的油价，还有不断下滑的支持度，那选票跟股票都是他最关注的嘛，所以他不想要像他的一些前任那样深陷在中东冲突的泥淖里。问题是已经正在发生啊！那美国准备，就川普上是不开心，所以立刻大笔一挥，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这个部分，川普继续讲啊，波兰呢很乐于接受有关的计划。哎呀，德国这里撤走的兵到波兰去很好哦。他说，美国跟波兰关系很好，自己跟波兰总统也有很好的关系，相信对方愿意接收，要付钱吗？还是这些军队如果驻扎过去，可能有一些连带的效应，所以川普跟盟友之间的关系其实变化很快啊。那到底还有多少盟友？这种不和啊、紧张的关系，媒体形容就是路透社的报道分析，他认为应该会比伊朗战争持续更久。就算战争结束了跟盟友之间的各种现在埋下的这种祸种，这种不信任美国的情绪只会继续发酵。德国总理梅尔兹很罕见公开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还指美国正在受到伊朗的羞辱，双方已经多次公开的交锋，讲话都互相的酸啊。那尽管美伊在长达10周的战争当中，好像看起来很可能会结束了，但是从欧洲到中东再到印太地区，都担心美国在未来的危机当中可能更不可靠。有一个分析是丹麦的民主联盟他们所做的调查，他说呢，现在全球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已经是这2年以来连续下滑，甚至低于对俄罗斯普京的评价所以普京已经超越川普了大家不信任川普，不信任美国，都是因为川普的政策持续让盟友高度紧张。那美国人呢？到底景气跟他们的这个通膨影响了多大？各种的分析报道一直不断的出现，说这个是 Investor 的分析研究员发表了文章，他说全美各地的民众人民呢，每年需要用额外工作多达25天才能够应付房租啦、食品杂货啦、存钱买2手车等等。这些时间本来是可以用来度假的，用度假来换取最低的生活水平，表示物价各方面的通膨生活都比过去更艰难。那川普前一阵子就发布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布，然后期待什么时候终于公布了，公布什么呢？就是优抚，要转移所谓中东战争的焦点。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转移？我们很好奇，因为呢，公布了这160份的优抚档案，时间点很巧合，大家看了一下，就连登陆月球的这个画面，什么疑似优抚的照片都有，马上的确啦，吸引了3.4亿次的点击，但点完呢，
有没有真的扭转整个美国形象或川普被关注的议题呢？将军，我们一样样来讲哈，优抚的转移效果有多大？没多少。你川普真的要转移焦点，把你那个性丑闻的东西拿出来，包你看，起码3亿人口都在看，全世界超过10亿人在看，所以这一招是很 low 的一招。下面讲，我记得刚开始讲从北约撤军的时候，我就在这个节目讲过，一定会撤到波兰。为什么？基本美国的大战略是不想丢掉欧洲的，他舍得吗？这是你机器以前是最忠实的盟友，贸易的大对象，对不对？消费市场双方经贸来往很大，那不丢怎么办？这被德国那么臭，很难听呢。那美国在欧洲驻军最多就在德国35000人，他抽5000人是干嘛？警告的意味。但是德国受不受这个威胁？德国跟法国早就讲，我们欧洲应该自己有防卫的欧盟的军队了。你要撤，干脆把那3万人也撤走算了吧，就慢走不送嘛。对吧？你在这边，我要养你基地的花费，我又要买你美国高价的军火，然后你还享有这个治外法权，你的美国军人犯法，德国政府没办法拿你怎么样，这个也让人家很讨厌。所以这一招啊，只是说给德国一个小小的警告，但是你吓谁呀？我想西班牙还算是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都不甩你，我航空空域不准你通过。你要知道，美国要支援战场，西班牙的领空不过的话，多飞好几个钟头啊。所以你看，现在北约对你美国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你拿关税嘛，最近又在喊我还要加你欧洲的关税。那些欧洲国家讲，我是被你吓大的，你这样搞，干脆跟你脱钩好了。这个味道越来越浓，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占了很大的便宜。第三个，你讲这个特种部队，我受过特种部队训练。特种部队啊，像马杜罗那个案子，是因为靠岸边很近，他这个直升机快进快出啊，就把一个没有设防的总统抓了。你要对付伊朗啊，对，上次人家开会的时候，情报被你知道了，你斩首。你要去抓伊朗的现在的领袖，你这个特种部队能够深入多少？上次你们也看过好莱坞拍一个电影，一个黑鹰计划被打的索马利亚被打的，索马利亚是多小的一个国家，打得灰头土脸。对，对付伊朗是以陆军为主的国家，你想突进他，现在上次被你炸过了，还没有警觉吗？所以就特种部队在迪亚哥·加西亚那个地方，离他还远得很呢。那也是跟摆姿态了。这个姿态就是前面搞那个阿帕奇是一样的意思啊。比方说，你看我以前能够抓到马杜罗，现在特种部队去了 ，so what？ 你能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实在是玩不出把戏了啊！只有一天到晚喊我赢麻了，他没有麻，我们听的人都麻了。真的。有这种胜利吗？你只有一个人会认同你胜利，莫迪。所以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失败的总统，很失败的战略，很失败的军事行动。你号称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对一个中等国家的伊朗4个字：束手无策。打吗？就在炸。地面部队，你敢吗？地面部队，你只要进去，伊朗拍手欢迎。我看你要死多少在伊朗，你美国能忍受吗？从开战到现在，动用的都是空军导弹，死不了多少人，但是遭到的还击，海湾国家呢，17个基地，228个点被炸得很惨，伤亡现在不敢报，但是军品、物资、库存、弹药都已经那个了。而一天到晚说伊朗经济垮了，弹药没有了，现在你自己的情报机关估计，伊朗的地下仓库里的飞弹不减反增，无人机不减反增。换句话说，对海湾国家的威胁，对你美国海湾的驻地仍然形成重大的威胁。你打他，他在地下；他打你，你全在地表上。
所以美国228个点伤亡很重啊，你没有地下工事来掩护你嘛，所以飞弹一旦打到，而且说很准，现在把战果一拿出来看，美国是输麻的。袁老师怎么看呢？那么现在是各种的部署，针对穆吉塔巴而来，就是说要他从洞穴里走出来。那过去不是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嘛，甚至说根本已经这个病逝了等等。那现在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在台湾看这个几千里上万里的以外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完全凭这个各种消息啊，这个消息来自于媒体。这个媒体大家都知道，这个媒体的有它的立场。大部分的媒体的话都是说美国好，以色列棒啊。以前我们听了被这教育了几十年下来，我这边呢要强调一件事情啊，这个穆杰塔巴这个现象的话呢，就是这个虽然穆杰塔巴的爸爸被当时是干掉了，那高级官员被干掉了，穆杰塔巴的话呢受伤，人家承认呢，在同样的轰炸情况下，穆杰塔巴受伤了，但是没死啊。但是你现在搞成这个局面的话呢，我刚刚一开始说过什么阿拉格齐啦，就是外交部长啦，或者总统佩泽西奇样。他们都已从温和派变成激进派了，温和派变激进派，穆杰塔巴原来是激进派，变成超级激进派啊！那你现在伊朗当中的话，你杀掉谁都是激进派，已经没有办法再收拾这场局面了。所以我这边就要提掉一点啊，我对欧洲的情况是比较熟一点。像这个德国默茨，他为什么要说美国遭遇到羞辱？因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那个原来的话呢，这个川普讲说你们的这个欧洲盟邦都没有用，我们需要你都不来。他讲说你这个根本打仗啊。非常重要的是合法性，合法性要合于正义的原则啊。我们这个孟子里面就有讲义战的，那个康德讲永久和平的话，就是讲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手段，那只有为了正义而战的时候呢，这个士兵有士气啊，那个将军的话呢有勇气，那这个才能够打这个战。你现在美国现在搞的这个局面来讲的话，这个不是靠你说的，人家躲在山顶啊，还要把伊朗炸成什么新石器时代啊，都随便你讲。伊朗164万平方公里啊，有将近9000万人呢、啊，你这个要杀到什么情况下？所以我刚刚 check 了一下，那个大西洋杂志里面啊，确实是讲到了这个川普本身像小孩一样，你知道，那个小孩啊，所以就要闹了家里天翻地覆，要觉得又嫌家里不好，要换个家什么的。川普就这样的随乱变啊，对不对？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完全被人家看透。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伊朗的3部曲，第1部曲就是消耗战，故意啊，那个用了便宜的飞机打你的贵的炸弹什么，美国一下子傻乎乎的炸了13000多个点，好了，一下子搞完以后，发觉钱不够了。然后第2个就是伊朗准备打持久战啊，这个持久战的话呢，就是现在开始，你要不死不活，我就陪你拖到底。反正伊朗内部很团结啊。我说句良心话，原来伊朗快垮了。原来的伊朗经济快垮了，伊朗的年轻人都快受不了，伊朗变成这鬼样子了，伊朗被制裁的非常受不了。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子让伊朗变成团结了，伊朗本身来讲就不可能有第2种声音了。那你现在美国的话倒是分裂的很厉害啊，美国有各式各样分裂，因为这边提到美国人为了生活上、为了经济的问题、为了社会的问题啊，甚至于的话呢，在政治上更不要讲了，那个川普根本就是个非法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国际的声望。这边讲到，我非常惊讶。你说中国的声望提升了，那是因为中国始终面对战争的时候就4个原则，就停战啊、协商，然后这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然后人道主义。那你俄罗斯现在声望都比美国还高，那你看你现在什么情况？俄罗斯就是跟俄乌之间的冲突。我刚刚一开始强调这个媒体的宣传，你知道，在整个西方媒体过去这20年来，只要提到俄国的时候。永远是男的黑社会，女的就是干那个的邪恶轴心。对不？邪恶轴心的轴心啊，邪恶轴心旁边还有2个，就是北韩啊，或者说什么伊拉克啊什么，对不对？原来还有这样子的。那现在的话，哇不得了啊！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的声望都起来了。我实在是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努力了一辈子，就是为了变成美国人了，搞了个半天成了邪恶轴心啊！啊，不得了，真的不得了了。严老师，所以比较明确，川普可以预测是说，在川习会之前，这个战事不会升温，暂时不打，因为他忙着先要去大陆。我觉得他是想要有一点突破的哦，因为他希望能够带一点底气过去嘛。不然如果说今天他讲话好像没人理他，他去北京想说你根本现在这个是。在国际的形象也不好，那我干嘛要听你的啊？所以我认为他今天还是希望能够带点底气过去。那可是川普就是我之前才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比丑陋的美国人更丑陋的川普》啊，因为我们从小就读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美国人》啊。
就是非常讲那个在东南亚的时候，对当地的事物不熟悉，但是呢，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高人一等啊，非常丑陋。那川普真的比他们还要丑陋。就是说看不起，他美国人你看不起这个第三世界也就算了，他现在欧洲人他也看不，他也去羞辱欧洲人。欧洲人是认为说我们比你高一等，我们比你有教养，比你有文化的。那现在像德国这种国家，我就想到在小波西进攻伊拉克之前啊，我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我们办了一个研讨会，那请德国的代表驻台代表来，因为德国不支持小布希嘛。他讲得好清楚，他说我们就是美国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告诉好朋友会说实话，告诉他这个仗不能打啊，没有这个正当性。哇！结果当时挺美国的另外一个波兰的代表就像现在啊，这个美国对波兰是很满意，然后就是觉得美国是正义之声。可是现在看20多年之后，看起来。真的是德国的代表讲的没错嘛，就是你没有正义之名，你怎么去打这个战争？然后你现在居然这个我们叫声望落后于看起来比较邪恶的这个普丁啊，我必须要讲，小布希那个时候也讲出3个，然后说这个邪恶轴心啊，雷根以前讲俄罗斯是邪恶帝国，结果现在看起来邪恶帝国是美国啊，Evil Empire 现在变成美国了，旁边加的波啊，真的我觉得是很糟糕。可是他今天寄出这个外星人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有用，不是大家会他这篇文章说没有用，我觉得有用。你有认真看？不是因为我从我在美国开始，美国人对外星人的研究跟我们某一个电视台的以前过去的研究，没有停过，是很像的就是有这么一批人很喜欢这个题目，然后不断相信和研究，然后问题是在这里。你今年2月的时候，奥巴马讲了一句，他说：“外星人或许真的存在，但是我没有见过。”这句话一讲不得了那就是等于是就认同有这个东西。那所以他今天要是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网站上面，大家开始慢慢看。美国人注意力真的会去看那些因为我档案你不会看到川普吧？对，因为我从爱因斯坦的档案，我从80年代开始就看他们每次就51区然后每次在那边讨论，然后就说有人拍到了个什么外星人的这个影像等等，不断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虽然我自己不相信，但是在美国人很多是相信了，所以他找出来这个分散美国人的注意力是可以的，但是美国人还是面临刚才这个我们讨论到的，你物价上来了，你怎么处理那川普这一次，我觉得他马上要去大陆，你至少要带回一些东西是对美国的经济有好处的那让美国人感觉到好像这个经济有一些改善，特别到现在油价还没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的软肋，因为川普别的不在乎，他真的很在乎经济我觉得他不在乎第三世界，不在乎别的国家人民，他讲什么东西，但是经济数字出来，川普确实是蛮在乎的。